Hello，格力子潮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智。比赛结束之后，然后好好睡了2天。对，因为在节目里，说实话就是挺高压的，然后也挺有压力。那会儿，当结束之后，好像就卸下了很多，然后就一躺那儿就睡了好几天。我想合作，但是没有机会合作的一些朋友，还真的是有好几个。就比如说，类似于像一些特殊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呀，然后冬不拉呀，然后一些好玩的大提琴或者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乐器，我觉得都想跟他们尝试一下，看看能碰撞出来什么音乐。其实就还蛮遗憾的，但是之前都有跟他们私下有交流，包括他们之前在节目中做音乐的时候，我也有帮他们帮忙听一些东西，或者帮他们编贝斯。我觉得就还算是一种变相的合作吧，但是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舞台，确实还倒是真的挺遗憾的。我会选一些像泰勒呀、小熊呀这些我比较熟悉的一些弟弟。对，所以在舞台中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Uptown Funk 那一期，因为那一期我们又让我们的小奶拽找回了自己在舞台上最闪光的地方。对，所以我还挺开心的。节目中哪一刻最艰难呀？其实好像都还没有特别艰难，最艰难的就是我们乐团就比较惨，每次晋级的时候都是刚刚好晋级。就比如说他说前6名晋级的话，我们就是第6名，一路就是走过来就是堪堪晋级，就每次都很心惊胆战那种感觉。我觉得水果星球是一个不容易被定义的乐队吧，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就觉得可能我们水果只是一个刚刚组成，然后只是比较怎么说呢，风格偏向快乐呀，但是其实这是我们想传达的东西，但是其实之后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表达。当然我们主要传递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松比较快乐的一种情感。对，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乐队。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方向肯定是成为一支就是怎么说呢，用音乐说话的乐队吧。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欣赏我们的音乐，然后去听我们的音乐节。这么短时间内组成一个乐队最大的难点，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是每个人性格的不一样，然后其次每个人他都有他的独特性。而且就像节目这种选人，他一定是每一个选手都各具特色，非常有性格。那这么多有性格的人融合成一个乐队的话，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其次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也不一样，就是其实这就是比较难的，就是性格以及音乐风格喜好，以及大量的时间需要去沟通。其实完成音乐的部分其实都很少，每次要有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去跟别人沟通。对，这是很难。我觉得就是人是需要一种就是把世界简化的能力，就是周边的事儿，就是因为你想太多并没有多大作用，而且会让自己徒增一些烦恼。然后就是最好还是让自己的想法简单一点，然后温和的去对待世界，对待其他人就可以了。最初参加节目的目标，这次来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就想着这是个节目，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曝光量，而且如果能有一些趣味相投的人接下来一起玩做音乐的话，我觉得还挺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期望没有那么高，对，当时就是想法比较简单的。现在就是录节目期间也是这样，录节目期间到现在就是越录越觉得
对自己的期望值慢慢变高了，确实越到后面就是越想着就越怕输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刚开始1公2公3公我都觉得无所谓，玩呗。后来发现就是我自己这样佛系其实是不行的，因为我现在是我们的 F man 需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拼，所以我就希望赢，希望他们开心，然后我觉得我也就激起我的那个胜负欲了，对，然后就是对就会有这种。我希望我们的舞台是爆炸的，是有色彩的，是包容的。当时为什么起名叫水果星球，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水果它是有不同的口味，有不同的色彩，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大家庭嘛。然后星球，我当时画我们的 logo 的时候，画了一个星球快要爆裂开的那种星球。我就想，如果我们站在舞台上，一定要把所有的能量都倾泻在舞台上，释放出来，让感染到别人。所以我就希望之后的舞台一定是爆炸的，然后是很有现场性，很好玩。对，哎，这个真的很过分。我本来是问老师的，其实这些东西之所以我会写在桌子上，我也是有疑惑的。现在来反问我，挺有意思。对伙伴做什么事最浪漫啊？哎呦天哪！之前还有一个杂志也采访过我这个问题，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回答的跟那个会不会有不一样。对伙伴做什么最浪漫？我现在依然是觉得陪伴吧，陪伴，然后和伙伴一起成长，包容，然后一起去做更多的事儿，然后觉得是最浪漫的陪伴。对，对于乐队来说，我觉得是应该还是有态度吧，有态度，有想法，然后敢去做。如果不具备这些的任何一个，你都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乐队，可能是吧，我猜的。当然我自己还是有疑惑的，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这个答案。对，这只是我暂时的一个答案。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就这个歌，一觉睡到国庆节，这个歌名。我自己比较喜欢画画，因为我从小也是学画画的，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学音乐，但是我画画很专业，但是这个不太方便展示，然后我觉得之后可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如果有画一些好玩的东西可以上传上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